我是大殷有名的废物公主，文武双不全，空有好皮囊，因而我英明的父皇大手一挥，把我送给了大齐皇帝。听闻齐国这位圣上阴晴不定，怪癖众多，尤其好杀美人，杀得后宫空荡荡，空无一人。我叫殷娆，用我父皇的话来说，是大殷有名的草包公主。其实殷国是个弹丸小国，挨着大齐边上，纯粹是个附庸。但父皇说国家已经这么小了，名头就要喊得响亮一点，要叫大殷，仿佛这样就能和大齐对标一样。笑死，大齐根本懒得理。倒是父皇成日担忧，怕日益壮大的齐国哪日心情不好，就把咱们这儿吞了。毕竟在这之前，已经有3个比咱们大的小国成了人家的一个县了。殷国将不良兵不足，别说进攻了，防守都吃力。于是我聪明绝顶的父皇一拍脑瓜，说试试36计的美人计，转手把我送到了齐燕床上，并给了我一个任务，祸国殃民就不指望你了，能劝住齐燕，不把殷国吞了就成。我来之前就听闻，大齐这位皇帝勤俭执政，治国有方，一举开启齐国盛世。只是他怪癖颇多，尤其好杀美人，无论谁送进去的美女，最终都会玉殒香消，一命归西。因而不少人都猜测，这皇帝是否会断子绝孙，而将来的大齐又将何去何从。我一路听着这些八卦，外加舟车劳顿，昏昏欲睡，还被来接我的嬷嬷提醒了一句：公主，等会儿就要见陛下了，您先清醒一点儿。我非常敷衍的点点头，坐在床榻上半梦半醒。叫我彻底清醒的是齐燕的手，冰冰凉凉，正慢条斯理地抚摸着我的脸。我对上他黝黑的眸子，连行礼都忘了，愣神地眨眨眼。陛下，很困吗？他的声音清冽，像他的人一样，清清冷冷，绣着金龙的玄衣穿在他身上，都流露出一股仙气，难怪不近女色，看着就不像食人间烟火的。现在也不是很困了，毕竟这手吧真的挺凉的。他的指尖慢悠悠下移，向后绕，停在我的后颈处。我感觉他随时能掐死我，但看他神情又不像是想掐死我，于是我就呆呆地看着他，任由他不轻不重地揉捏我的后颈。时间一长，你别说，还挺舒服。半晌，他仍神色淡淡地问我：不怕朕？不怕。那若朕说要杀了你呢？那陛下就动手吧。我吧，没别的优点，就是心大，就算有糟心事，自己闷头想一会儿也能想通，然后就过去了。况且被送来的时候我就知道，自己多半是活不了多久的，所以听他这么说，也不是很意外。齐燕盯了我一会儿，笑道：你倒还不值得朕亲自动手。我努力思考了下，伸出双手，眨巴眼。那陛下要叫人把我拷走吗？罢了。他松开我的后颈，转而去解我的腰带。中国如此美意，朕也不好辜负。他的手实在太凉，我不由得起了一阵鸡皮疙瘩。被他看到，怕了？我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执着让人怕他，而且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，我虽然还是黄花大闺女，但也是看过彩绘的。对我来说，重要的只有一件事。陛下，臣妾懒得动。齐燕可能也不想动，她沉默了会儿，翻身躺到一旁，搂着我的腰，毫无感情道：睡吧。一派清心寡欲的模样，仿佛刚刚费力挑逗我的不是他。我想了想，默默拉起被子把自己的身子遮住，再想了想，顺便也盖住了齐燕，然后闭眼睡觉了。齐燕虽然手冰冰凉的，身子倒是暖和得很。我睡着睡着就滚到了他怀里，梦到自己抱着个大火炉，春寒料峭，好不自在。一觉醒来，身旁已无人。宫女告诉我，齐燕封我做了贵妃，她比我还激动。娘娘，您可是我朝第一位贵妃。那之前进宫的那些人呢？宫女哽住，都没什么位分。娘娘，您千万别介怀。我了然点头，我懂了，大概就是还没混到什么位分就归西了。那这么算，我混到了贵妃才归西，也算是给我英国长脸了。就是不知道齐燕打算什么时候杀我。她好忙，自那日抱着我睡了一觉以后，连着半个月都没有踏进后宫一步。这要是我父皇半个月不上朝才比较正常。宫里人势力一开始以为我得宠，还会巴结我，后来见我也不过如此，又纷纷开始冷落我。连着吃了3天寡淡的饭菜，我寻思了会儿，吩咐2个还比较听我话的工人，把我殿前那块空地翻新一下。这边就要先说一下，因为齐燕的后宫凋零，那些个宫殿也都像个冷宫一样，杂草丛生，简直浪费了这么好的泥土。
我摸出从英国带过来的种子，让工人帮我种下，然后再吩咐他们浇水、施肥、除草等等。小翠是最亲近我的宫女，站在一旁好奇问：娘娘，陛下这么久没来看您，您怎么还这么高兴？我盯着那一小块菜地，舔舔嘴唇，有人帮我种地，这还不高兴吗？以前在英国，我也不受宠，吃食自然也不怎么样，而且庙小妖风大，我父皇宫里的人可比齐燕这儿的还要过分。我只能自己种菜，就真的很辛苦。如今终于能当甩手掌柜，太幸福了。齐燕终于想起我时，我正蹲在菜地里，喜滋滋地抚摸着刚长出来的嫩芽。小翠着急忙慌地跑过来：娘娘，陛下来了。话音刚落，一双金边黑靴就出现在嫩绿的新芽旁边。我抬头，她背着光。听下人说，你想养鸡？哦，确有此事。因为御膳房送来的荤菜实在不尽如人意，我就想自己养几只。正巧宫殿后面有块空地，很适合养鸡。至于我怎么会养鸡，只能说都是生活所迫。我把自己的农业计划简略告知齐燕，却瞧他的脸色越来越冷，吓得旁边的工人齐齐跪下。为何不来告诉朕？他的语气还是很平淡。陛下近日不是忙于朝政吗？我有点莫名其妙，而且这都是小事。以前在英国，我父皇得知这些事也没管我，毕竟他光女儿就有8个。小事？我大齐难道落魄至此，要让堂堂贵妃自己种地养鸡了吗？御膳房的人办事不力，让他们自行去领罚。齐燕端详着我的脸色，叫住了小太监。看你有话想说，想为他们求情。我没想到他一直看着我，愣了下。没有，臣妾只是好奇，陛下打算怎么罚他们？他眼中莫名其妙多了一丝兴味。你想让朕怎么罚他们？顿时感觉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看着我。我斟酌着开口，要不让他们帮我种地和喂鸡。说起来人手是有点不够了。后来宛若死里逃生的小翠告诉我，以往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。齐燕问那些美人怎么罚下人，为下人求情的就把美人杀了，说要罚下人的就当着她的面用刑，然后美人就被吓坏了。小翠与我描述那些血腥场景时，脸色苍白，显然心有余悸。而我看着正帮我喂鸡仔的御膳房太监，陷入了沉思。这个齐国皇帝好像真的很怪啊。不过这也不会影响我的农业计划。春天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1个月过去，地里的小白菜已经长势喜人，我乐得很，盯着小菜叶搓搓手。齐国的水土真是好，比我家那儿好多了。小翠见状，忍不住出声：娘娘，御膳房如今在吃食上谨慎讨好得很，您何苦还要留着这1亩3分地？我不守着这片地，去守谁？当然是，您是不知道，这个月陛下一步都没踏进我们华宁宫，外面闲话多得不得了。说就让他们说呗，陛下国事繁忙呢，咱没事别去打扰人家。哎，你听见鸡叫了吗？我猜它下蛋了。走走走，我们掏鸡窝去。说着就拽着小翠往鸡窝处跑，顺便怂恿她伸手掏了2个鸡蛋出来。能让别人帮忙干的，我绝不亲自动手。老母鸡在后头追着骂，一直碎碎念的小翠都笑了，边逗着她跑边骂：来呀，不就拿了你2个蛋吗？真小气！我怀里揣着赃物，作壁上观，可不是。发现被我套进去的小翠跑到我身边：娘娘，好了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今天我亲自下厨，等会儿送到御书房去行了吧？不就是争宠吗？没见过猪跑，还没吃过猪肉吗？更何况我还见过猪跑呢。我父皇有几10个妃子，就我记事以来见过的争宠手段层出不穷，只是我这人比较懒，从来不爱用罢了。本来齐燕把我当个花瓶摆在宫里，她忙她的政务，我种我的地，相安无事，挺好的。奈何外头风言风语众多，都传成我狐媚惑主，宠冠6宫了，简直胡说八道。听说还有不少臣子上奏，请求齐燕出使后宫，万万不可被一个附属国的妖女所迷惑。后来我又听说，近期齐国起了不少动乱，因此齐燕忙得晕头转向，脚不沾地，怪辛苦的。那我住着人家的房子，吃着人家的饭，还种着人家的地，这时候多少还是要表示一下的。因此我亲自下厨，做了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羹。主要地里的小白菜也还没长好，不然还是可以再做一道鸡蛋炒白菜的。小翠一脸为难：娘娘，这不太好吧？好歹您做点糕点什么的呢？可我不会啊，不然你给我演示一下怎么用2个鸡蛋做糕点。小翠实在看不下去，硬是要来2盘桃花酥塞进食盒里。娘娘，您到时候就说桃花酥也是您做的。我敷衍点头，好的。然后等齐燕看到我拿出的东西时，我很老实的介绍道：鸡蛋羹是臣妾做的，桃花酥是小厨房做的。一旁的小太监抿着嘴憋笑，别当我没看见。齐燕没笑，只是一手撑着头，微微挑了眉。为什么亲自做鸡蛋羹？
因为老母鸡刚好下了2个蛋，母鸡本来就是他吩咐人抱来的，所以下的蛋给他吃也很合理吧。但是看齐燕没有要动弹的意思，我看了眼精致的桃花酥，福至心灵。陛下若是不喜欢鸡蛋羹，也可吃点桃花酥。陛下近日国事劳累，是该好好补补了。齐燕放下手，轻轻扣了扣桌面。论补身的话，糕点怎么比得上鸡蛋羹呢？还有这种说法吗？我还在思考这说法合不合理。齐燕已经把鸡蛋羹吃完了，末了还有心思点评。做得不错，升你做皇后吧。多谢陛下夸。什么？他完全没在意我的惊讶，点了点桃花酥的碟子。朕饱了，这份糕点你吃了吧。于是我就很老实地坐在他身旁，吃完了一整碟桃花酥。别说哈，小厨房手艺还是很不错的。齐燕一直静静看着我吃，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，引得我拿起最后一块时，不免犹疑了一会儿。陛下要来一块吗？不了，朕不爱吃甜食。闻言我便安心地吃完了最后一块，又听他问：甜吗？甜。我尾音还没落地，他突然就俯身凑过来，掐着我的下巴，含住了我的唇。一番思磨后，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我。是挺甜的。我回过神来，心情复杂。陛下，您不嫌脏吗？鸡蛋羹混合桃花酥的味道，至少我此生是不愿再尝。那日齐燕神情微妙地让我回去了，然后下了一道圣旨，封我做皇后。小翠大吃一惊，诚惶诚恐。娘娘，您不会是在鸡蛋羹里下药了吧？我接着如烫手山芋般的圣旨，听到他的话，忍不住翻了个大白眼。瞎扯，鸡蛋都是你亲手从鸡窝里掏出来的，全程也都看着我做的。这鸡蛋有多正宗，你能不清楚吗？食材正宗，做法正宗，味道也正宗，明明是再朴实无华不过的鸡蛋羹了。至于齐燕为何突然发癫，让我做皇后呢？这一切都要从那个上奏请求圣上充实后宫的大臣说起。原先送一个美人死一个，臣子们都不敢再进言纳妃，但如今见我一个一国不受宠的公主都安然无恙这么久，心思又都活络了起来。那日我去送鸡蛋羹的前脚，这位忠心的臣子刚进言完，倒是动乱平息后，那几个被收归的小国家也想要送公主过来和亲。或许齐燕忙完国事后也觉得无聊了，就应了下来。然后我就上前刷了一波存在感，让他想起来后宫也不是空无一人。我猜他也是嫌麻烦，干脆让我当皇后，省得那帮臣子又要上奏说谁更适合当皇后，母仪天下。毕竟我之前就宠冠后宫，一朝成了皇后也很合理。只是我看着眼前花枝招展的2个新人，有点头大。天可怜见，我只想安安稳稳地种地养鸡，并不想管理后宫啊。但是齐燕用菜地和鸡窝威胁我，因此我只能硬着头皮装了一天贤良淑德的皇后。到晚间，我已经是个废人了，一边让小翠帮我揉肩，一边抱怨道：你们大齐皇后的头饰怎么能这么重的？我看我们英国皇后的头饰就很轻，只能说不愧是大国风范，大国重量。小翠倒是兴高采烈，嘴都快笑歪了。这说明皇后的分量重嘛，而且这样一来，往后就算有人想和您争宠，也威胁不到您的地位。白日奴婢看那个良妃面色不善，想来不是好对付的。淑妃倒是安静，可是娘娘你也得小心，这咬人的狗不叫。也不知这小丫头年纪轻轻，哪来这么强烈的宫斗欲望？我听得头疼，打断她：今晚上的鸡喂了吗？好的，我马上去。耳根清净了，快就寝时，齐燕来了，也不干嘛，就是搂着我的腰打算睡觉。睡之前埋头在我颈间嗅了嗅，突然开口：你换了熏香？都快睡着了，撑着眼皮道：没有，臣妾从不熏香。许是白日见了2位妹妹，带上气味了吧？我有气味也顶多是小白菜的气味，白日淑妃身上倒是有股香气，清幽好闻，据说是她家的秘方。齐燕却不乐意了，将我拽起来去沐浴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只觉得她有毛病。臣妾洗过澡了。去把头发洗了。她语气淡淡的，却不容置喙。或者真不介意拉着你一起洗。再大的瞌睡也没了，我又恹恹的爬起来，草草的洗了个头发，还湿漉漉的就想睡觉，被全程监督的齐燕一把拉住。过来。我真的犯困的时候完全忍不住，天塌下来也不能阻止我睡觉的那种。齐燕靠在床上，我忍着困意对上她幽深的眸子，想了想，干脆挤到她怀里，额头抵着她胸膛，睡觉了。半梦半醒间，好像听到她叹了口气，要来一条毛巾帮我擦头发。但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抱着大火炉睡得可香了。第2日醒来，小翠告诉我，齐燕免掉了每日的请安，还特地嘱咐淑妃没事别来我宫里。我本就不想早起，只为听几声请安，乐见其成。但是淑妃不乐意，3催4请的说，既然她来不了我宫里，就希望我能去她宫里坐坐。我不想去，但是小翠一直在我耳边念叨：娘娘，这可是下马威的大好时机啊！我头疼，只好带着一碟桃花酥去了。
淑妃叫梁之意，原是梁国最小的公主。据说梁国被吞并后，她的宗族里成年男女被一律斩杀，只留下她和她的幼弟留在梁县。现在几年过去，她被她的亲弟弟送进宫了。梁之意的长相是江南水乡女子那般，身形也单薄，但是坐在凉亭处，就像一幅水墨画。皇后娘娘万安。见我到来，她柔柔地向我行礼。禀妾早听闻娘娘美名，一直想与娘娘亲近，昨日匆忙，未能与娘娘多说两句，故今日请娘娘来听雨轩一虚，娘娘不会介怀吧？她的声音温婉动听，带着点吴侬软语，加上身上的那股幽香，我身子都软了半边。不会不会。小翠捏了捏我的手，暗示我要有点皇后的威严，我才懒得管，兴高采烈地把桃花酥递给她。我宫里做的点心，你尝尝。梁之意轻轻笑了笑，小口小口地吃，半晌就吃了一个，剩下的都进了我的肚子。娘娘看着瘦弱，胃口原来这么好。我闻言也不恼，都是粮食嘛，不能浪费。心想我其实也不瘦，只是都藏起来了。齐燕就喜欢捏我腰间的软肉丸，不是，怎么就想到她了呢？我和她满打满算才睡了2次觉，这种细节怎么也记住了。我神游天外，好一会儿才听清梁之意在问我什么。他问我齐燕喜欢吃什么，他想亲手做点送过去。我想了片刻，不确定道，可能是鸡蛋羹。晚间齐燕又来了，来得比昨日早一些，因而一下就闻到了我身上的气味。去见淑妃了。他问是这么问，但似乎不意外，然后转头就吩咐人伺候我沐浴更衣。我拢着湿发出来时，他一把将我拽过去，拿过手里的毛巾为我擦发，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靠在他怀里。我后知后觉。陛下不喜欢淑妃身上的香气吗？他音调懒洋洋的。朕不喜欢。哦，那以后陛下要来就提前说一声，臣妾先沐浴洗干净。不好奇朕为什么不喜欢？陛下自然有自己的道理，主要还是懒得问，万一触及什么陈年往事可不好。他离远了些，抬起我的下巴，笑道：那皇后总要提前准备，也辛苦，不如为了朕不与淑妃来往可好？大家都在一个宫里，不太现实吧？齐燕的眼神渐深，嘴上虽有笑意，但眼睛冷冰冰的，像冬日暗夜里被冻住的湖面，映着悠悠月光，假装自己还在缓缓流动。我再傻也能看出不妙，瞬间示弱。若是陛下要求的，臣妾听从就是。那湖面的光闪了闪。这么听朕的话？我点头如捣蒜。毕竟你才是宫里老大，而且听雨轩真的离得很远，我确实也懒得走。他好听话，他心里有我。男人还不如一只老母鸡实在。从那晚开始，齐燕每日都住宿在我宫里，也不干嘛，就抱着我纯睡觉。于是我也一步都没走出宫，一来是怕又染到什么气味，被他强制要求2次沐浴；二来主要还是懒。等到了初夏，前朝有大臣又在操心齐国未来，进言道圣上子嗣凋零，不可不未雨绸缪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据小翠从前线打听来的情报说，大臣就是不满我独宠这么久，新人是招进来了，可齐燕一次都没去看过。妖女啊，妖女！小翠学那个大臣下朝后的神态，神情激愤。前就听闻英国长公主生的狐媚样，倘若真的迷惑了圣上的心智，将来在诞下有英国血统的皇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清蒸吧，清蒸鲫鱼可好吃了。我一边听一边对小厨房的人吩咐道。小翠再次恨铁不成钢。娘娘，别瞎操心，前面刮再大的风也吹不到咱们这儿来。而且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，咱们也做不了什么，还不如先吃饭。自我出生起，红颜祸水的身份就没离开过我，真计较起来就没完了。操心这么多，还不如吃饭。我当晚就美滋滋的吃了半条鲫鱼。齐燕来的时候，我还在不太文雅的打饱嗝。今晚朕就不留在你这儿了。我没在意，点了点头。陛下有事可以让小福子来通知吗？他像是没听到似的，盯着我又说：朕今晚要临幸淑妃。我愣了下，转而想这也没啥，人都进来2个月了，就再点点头。齐燕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变得很古怪，像是有点生气，又有点挫败，我看不太懂。总之他盯了我半晌，最后甩了甩袖子走了。晚上我睡觉时有那么一点点不适应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最后找了个枕头抱怀里，才觉得舒服，一夜好眠。第2日小翠如临大敌，说圣上今日早朝时看起来精神不佳，面色不善，脾气也不好。娘娘，陛下不会真的对淑妃？我盯着太阳下的菜地，若有所思。小翠，咱们的小白菜可以收了。小翠立刻转移注意力。是哎，这是最后一茬了，等收完这波，我就没东西能种了。毕竟当时以为自己活不了多久，所以种子也没带多少，只能暗暗叹气，到底目光短浅了。菜地空了，我和小翠连着吃了3天的小白菜，顿感无聊与乏味，开始每日敦促老母鸡下蛋。老母鸡被逼急了，
给首当其冲的小翠手上来了一口。小妮子一边看我给她处理伤口，一边幽怨道：“娘娘，要不我们再去买点种子来？”我拍了拍她的头，很是欣慰。你终于不想着争宠，只想着种地了。近日齐言一直留宿听雨轩，所以一开始小翠日日在我耳边念叨：“快去种得圣上欢心。”这2天应该是发现在做无用功，终于也放弃了。我很满意，但也不打算再种地了。理由很简单，当初是因为御膳房克扣吃食，我才要自力更生。如今混成了皇后，吃的也属实不赖，也就没必要种了。小翠目光悠悠：“娘娘，你就是懒嘛。”我毫不避讳：“夏天到了，天气渐渐炎热起来，我实在懒得动弹，宁可躲在阴凉处看老母鸡下蛋，也不愿盯着菜地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几日后，一只猫咬死了我的老母鸡，被我当场抓获。是只狸花猫，肚子有点大，看到来人时也不怕，叼着老母鸡的脖子就不松口。小太监们把它抓进了笼子里，它就缩在角落瞪着人，人靠近就哈气。我完全不恼，蹲在笼子外看得津津有味。小翠现在已经很懂我了。娘娘，您现在是想养猫了吗？是啊，你想姑姑就死在了她的嘴下，一命偿一命，她下半生就该赎给我了。小翠愣了下，姑姑是谁？老母鸡啊，刚起的名儿，这样看起来显得更郑重。可惜这只狸花猫性子很野，关了1天了，还是不理人，也不吃不喝，看得我都有点着急。随后就听小翠进来道：“娘娘，良妃娘娘求见。”话音刚落，梁妃就急忙忙进来了，看到笼子就扑过去。咪咪，你真的在这里？破案了，我和小翠对视了一眼，开玩笑道：“梁妃，这如果是你的猫，那你欠本宫一条命了。本宫的姑姑可是死在了她手里。”梁妃一脸错愕。姑姑，我一脸痛心疾首。姑姑是本宫最心爱的孩子。梁妃满脸恐慌。臣妾不曾听闻皇后娘娘有孕。小翠终于看不下去。梁妃娘娘，姑姑是我们娘娘养的一只母鸡，与娘娘感情深厚。很深厚，深厚到昨晚特地炖了一锅鲜美的鸡汤，以祭奠姑姑死去的灵魂。梁妃名为江宁瑶，原是江国的公主。江国因为投降很及时，基本没死什么人，江家一家也都在江县过得好好的。至于这趟进宫，纯粹是因为他爹的上头想要讨好齐燕，于是把他搞了进来。梨花猫是江宁瑶带进宫的，没想到进来时已经怀孕了，1个月前刚生下3只小猫，如今只活下来了1只。她为咪咪犯下的罪行道了歉，但好像还是于心不安，提议待小猫长到3个月就送给我养。我看她挺舍不得的，手中的帕子是搅了又搅，就说也没事，大不了你再找只鸡还给我。江宁瑶咬咬唇，坚定道：“娘娘，臣妾一定会让咪咪为呱呱的死负责的。”这回轮到我，好吧，也行。等我去他宫里看了小猫，才知道他为何如此坚定。因为咪咪的这个娃生得有些许潦草，乌漆嘛黑的，用江宁瑶的话说，像块破抹布。不知道是哪个没良心的公猫干的，想来长得也不怎么样，还祸害了咪咪。他颇为愤恨。还挺可爱的嘛。那等它大了些，给我养吧。江宁瑶挠了挠头。那娘娘要给它取名吗？我摸了摸下巴，就听你的，叫破抹布吧。我与江宁瑶就这样开始来往，因为破抹布还小，以及咪咪看得紧，不方便带来带去，所以我难得开始出门，时不时就到江宁瑶的膳洗堂去。江宁瑶有点大小姐性子，但是本性并不坏，比梁之意好应付得多。尤其重要的是，我送她桃花酥时，她吃的比我还多，我就觉得这人能处。江宁瑶话多，以往大概都说给咪咪听了，如今我来了，就拉着我说。她说以前听传闻，都以为我是蛇蝎美人，心机深重，不好相处。现在一看，才知道谣言不可相信。我严肃地纠正她，也不是全部可信的。她愣了下。啊？我一板一眼，我确实是个美人。实不相瞒，我母亲原是齐国人，就是因为貌若天仙，才被我父皇强掳了去，当了妃子，最后郁郁而终。而我的那些兄弟姐妹，虽与我有几分相似，但到底没有我母亲那样貌美的娘，所以相貌也都不及我。大抵也是因为我太像母亲了，所以父皇不愿意见到我，生怕回忆起自己祸害了一个无辜女子。我及笄那年，那个狗屁国师给我算了一卦，说我是狐妖转世，红颜祸水，注定祸国殃民，再不济也肯定克夫克子。于是英国满朝文武没有一人敢娶我，驸马招不到，我空守了4年，成了老姑娘后，被我聪明绝顶的父皇送给了齐燕。都说红颜祸水，原来带大我的嬷嬷也说，这副好相貌于我而言，只怕是祸端。但我想，谁知道会不会因祸得福呢？比如现在我能混成皇后，这副皮囊肯定是有功劳的。江宁瑶已经敢嫌弃我了。真臭屁！要说相貌，我还是喜欢淑妃那样的，只是她性格怪怪的。末了又和我八卦道：“我听说啊，他们梁家一直都不太安分。淑妃最近不是得宠吗？我听说这和她弟弟脱不了干系，
梁之义的弟弟据说是个有抱负的，原本已经被贬为庶人了，却不知如何混进了军队里，在前不久的动乱平定中立下不少战功，现在算得上正儿八经的少将了。我一边挠破抹布的下巴，一边感叹：好励志的故事。江宁瑶看我一眼，你就没什么想法？什么想法？之前不是你最得宠吗？如今陛下都这么久没去找你了。我仿佛又看到了小翠，很是无奈。后宫不就是这样吗？操心这么多干啥？还不如吃好睡好，你说对吧？破抹布。晚间就寝时，我还是想到了齐燕，不免问小翠：陛下多久没来咱们这儿了？1个多月吧。小翠吓了一跳：娘娘您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不会发烧了吧？我拍开她的手，好笑道：你才发烧了，越发没大没小了。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。半夜我难得醒了，只觉得热得慌，再一摸，有人正抱着我，瞬间魂都吓飞了。谁？头顶传来熟悉的冷淡嗓音：把你吵醒了，真是难得。我看到窗子半开，松了口气。陛下翻窗进来的。陛下，您今晚不是留宿听雨轩吗？他倒是不害臊。怎么醒了？做梦了？被热醒的，我很老实，说着还推了推他。陛下，您挨得太近了，热出一身汗，等会儿又要沐浴，这可太累了。齐燕反倒箍紧了我的腰，顺势还掐了一把。看来朕的皇后最近过得不错。我感觉她语气凉凉的，像是心情不好，就开了下玩笑。可能是因为臣妾吃了老母鸡，比较补身子，她还真闷闷的笑了，埋到我颈间咬了一口，下口有点重，我下意识哼了一声，就感觉到她身子更热了。尹饶，她难得叫我的名字，叫完又不说话了，我感觉到了一些变化，小声叫她陛下。她箍住我不让我动，有点咬牙切齿。闭嘴。哦。于是我不说话了，也不动了。所谓心静自然凉，渐渐的我也不觉得热了，就着齐燕的呼吸声睡了回去。第二日醒来，小翠说不曾见过陛下，想来齐燕是早晨又翻窗回听雨轩了。对此我只想说真能折腾啊。于是等齐燕再次翻窗进来将我弄醒时，我忍不住叹气：陛下，你完全不睡觉的。他掐着我的下巴，眼神很危险。不愿意朕来？不是，陛下随时都可以来，只是动作是否可以小一点？半夜被吵醒真的很难熬。他不依不饶。那你愿意朕来吗？我求生欲上线，很愿意，非常愿意，做梦都想陛下来。他扯了下嘴角，显然没信，但是心情好了些。那朕以后天天来也行，您开心就好，大不了我白天多睡会儿。自此，齐燕又开始每日半夜摸到我寝殿，抱着我睡。据他所说，他在听雨轩睡不安稳，只能在我这儿睡，大抵是我腰间软肉的功劳。虽然终于睡得着了，但他始终还是每日睡半夜，导致精气神越发不好。小翠都与我咬耳朵道：娘娘，听闻陛下近日眼下青黑，会不会是纵欲过度了？我想了想，晚上抱着我不撒手，还说我胖了的某人，故意道：有可能吧。当晚齐燕很早就来了，从床尾爬过来，一手攥着我的脚腕，一手撑在我腰旁，慢条斯理道：朕纵欲过度。他知道也正常，后宫全是他的耳目，我进宫后的一举一动，他其实都知晓，我也清楚他知道，但是懒得管。但当下就有点危险了。夏日炎炎，我穿的极少，他带着凉意的手指摩挲着我的脚腕，一路往上，我只觉得一把火从下方一路蔓延到腹部，很不适应，声音都有点发颤。陛下，臣妾只是和小翠打趣，她今晚有些怪，一贯清冷的声音带了点粘稠和沙哑。那朕来问一问你，朕有没有纵欲过度？搭在我腰间的手温度渐渐攀高，我也能感觉到他越来越靠近我，在暗夜中释放着一种危险的信号。我咽了下口水，陛下夜夜都照淑妃，也不是没可能，毕竟从我父皇的经历来看，夜晚临幸多个妃子也不是不行。他咬着牙叫了我一声，径直困住我的两只手，贴了上来。良久，他的声音还带着一丝沙哑：淑妃宫里的香有问题。我做事要捂耳朵，被他攥住手腕，他的指尖微凉，我的耳朵却在悄无声息地发烫。齐燕晚上似乎目力也极好，此刻轻笑了一声，捏了下我的耳垂：你是皇后，自然应当知晓。为了争宠下迷情香，这种手段我以前在父皇宫里也见过。齐燕一早就察觉出不对劲，但还是将计就计，营造出宠幸梁之意的假象。至于他为了什么吗，我就不问了，也不猜，毕竟没人嫌命长。我安静地听完所有，然后问齐燕：那陛下，您还睡吗？真的很晚了，我困死了。睡吧。经此一事，他来得越发早，也越发不害臊。外头仍在传淑妃盛宠，其弟得势，梁国皇室幸存的这两个后人还算争气。而相比之下，一早投降的江国就时常被人拿出来与梁氏姐弟比较。江宁瑶气愤不平，在我跟前抱怨投降是弃暗投明。我安慰了他几句，他转而问我：允饶，那你想过你们那儿以后？我顿了下，随便道：顺其自然吧，我操心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从不问齐燕国事，自然就不会打探
他是否有吞并英国的心思。英国前途渺茫，但我不会傻到怂恿齐燕现在就去把英国吞了。个人有个命，我是个胆小鬼，自然也就只能过胆小鬼过的日子。我在英国荒凉的宫殿里种菜时就知道，作为一个草包，能苟着的时候就安心苟着。这一宗旨使得我没有在齐燕被刺那日上前为他挡刀，而最先冲过去的是梁之意。他腹部中刀，倒在齐燕怀里，昏倒前还不忘留下一句：陛下没事就好。刺客已被抓住，齐燕却看都没看，失魂落魄地盯着梁之意，在侍卫提醒数次后，才冷冷吐出一个字：杀。他脸上衣上都沾着血，周身气势宛若刚从炼狱回来的修罗。我按下心中异样，平静地移开目光，帮忙处理后续。第二日，大理寺查出来，刺杀齐燕的是英国派来的人。齐燕震怒，商议出兵征讨英国。待梁之意终于转醒，给他封了贵妃，其弟梁志敏做了将军，受人戴入秋，便进军英国。我在华宁宫四平八稳地苟着，每日的乐趣便是去找破抹布玩。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外头谣言四起，到英国行刺一事与皇后脱不了关系。正巧一只信鸽被破抹布抓到，我拿了他脚边的密信去御书房找齐燕。信上我的父皇提出了一个蠢法子，让我里应外合刺杀齐燕。这信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明先前的刺杀不是英国干的。齐燕摩挲着那张纸，半晌才道：尹扰，你希望真死吗？我呆呆摇头。可若是真灭了你英国，杀了你全族上下，你会希望真死吗？我愣了半晌，老实道：臣妾不知道。自臣妾入宫以来，陛下一直对臣妾很好。陛下是个人君，该是授予天齐的。他听了像是没听，只勾起我下巴。那你的私心呢？希望我死吗？不希望。话音刚落，他径直附上我的唇，笑得道足。那我会好好活着。随后齐燕便再不谈国事，只是懒懒地靠在我身上。他大概是在下一盘大棋，而如今我算是与他同一战线。临走之际，他叫住我：你闺中小字唤作什么？瑶瑶。我难得面上发热。取自苍苍竹林寺，瑶瑶终生晚。他咂摸这两个字，满是笑意。瑶瑶配你很是好听。接下来的几日，齐燕仍是每日去探望梁之意，面上对我也很是冷落，只不过半夜又开始翻窗户，对着我一通嚎咬。瑶瑶二字被他念出花儿来了。如此荒唐半月有余，梁志明领兵前往英国。梁之意在此时找上了我，送来一张字条：秋风起战鼓泪。他想用亡国之恨激起我的羞耻心，我却装傻充愣，气得他带着恨铁不成钢的眼神走了。他走后，我摸了把怀里的破抹布，只叹道：小翠，可和你的娘娘真的只是个草包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的兄弟也不都是无用的酒囊饭袋。齐国进攻的前3日，梁志敏势如破竹，但在第4日遭到了殊死抵抗。对方的将帅是我三哥，英国三皇子英灵。双方对峙了足足7日，直至我的父皇奔赴前线，亲自投降。齐燕说这些消息时，我不慎摔了一个酒杯。他捉过我的手擦拭，淡淡道：担心了。我后知后觉，陛下会如何处置臣妾的家人呢？齐燕静静地盯着我。若你是英国公主，你的家人大概会落得和梁国皇室一样的下场。但若你是我的妻，大齐的皇后，你的家人自然会安然无恙。英国公主和大齐皇后，殷扰，看你怎么选。我想了半天，反问：在陛下心里，臣妾是哪一个角色呢？在朕心里，你从来都是大齐皇后。那臣妾就做大齐皇后吧。齐燕的脸色瞬间春回大地。那晚齐燕径直宿在了我宫里，声称要补我们的洞房花烛夜。她从里到外将我吃干抹净。瑶瑶，终于是我的了。第2日醒来已是日上3竿，齐燕难得没上朝。她告诉我，她一直没打算处置我的家人，至少其中几个是这样。你三哥近日应该能进宫见你了，你准备一下吧。若不是他以前照顾过你，我也不会让梁志敏留他一命。至于那些欺辱过你的人，都已经被押起来了。齐国与英国一战后，梁志敏攻城凯旋，齐燕设宴，只带了梁之意。我则在后宫见到了三哥。再见之时，三哥都不免红了眼眶，感慨我胖了。酒足饭饱后，三哥带我去了天牢。天牢里关着我父皇，三哥带我来，是想让我知道我母妃的过往。那个糟老头子心不甘情不愿地说了往事。当年镇桥装入齐受了伤，是你娘救了朕。她是定国公的小女儿，朕便杀光了她的暗卫，把她强绑回印国。早年间，还是皇子的殷伟乔装入齐国受伤，被我娘所救。我娘原是定国公的小女儿，却被因为恩将仇报，杀进暗卫强绑回英国，困于深宫，强取豪夺。后来他冷落她，
甚至在他死时还接着奏乐接着舞，我听得恶心，真的吐了出来。齐燕让我知道这些是为了让我恨。看着那个罪魁祸首，我笑道：我要去谢谢他，灭了你的国。因为最终被判了斩立决，齐燕替我拿的主意，我的那些个兄弟姐妹都被发配到了边疆，只有我三哥要去阴县上任。三哥离京前，我还因为忘了给他求官职而特意去色诱了齐燕一次，虽然最后发现那是多此一举，齐燕早已安排好了一切，且对我穿那件半透明纱裙的样子很是满意。一切尘埃落定后，还剩下一些流言，有人传当今圣上非齐国皇室血脉，实乃冒名顶替之徒，又翻出旧账，称其残暴不仁。齐燕却毫无回应，只是一如既往的明面上冲着梁之意。瑶瑶，过几日随我一起去求猎，好不好？表面是商量，实际是通知。猎场是一片森林，齐燕带着我骑马，大约走到林深处，不知从何飞来一箭，惊得马儿狂奔起来，数不清的箭从四面八方破空而出。齐燕一手拉着缰绳，一手揽着我的腰，还笑得出来。害怕吗？我们会死吗？瑶瑶，你不会死的。是啊，我不会死的，因为射向我们的箭最终都被齐燕接下了。马儿倒地，齐燕护着我滚落，前方只剩深不可测的密林，他背部中箭，昏迷不醒。我咬着牙将他后背的剑拔出，敷上嚼碎的草药。夜幕降临，林间寒气逼人，我紧紧抱着他，在他耳边碎碎念，试图唤醒他。破抹布越来越大了，你还要给我抓兔子呢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欠我很多啊？那你就按我的心意还我，先把我带出这片狗屎林子。最后我听见齐燕沙哑的声音，我都不知道你原来话这么多，吵得我头疼。我欢喜地确认他醒了，又气他不早醒，他却问怎么不跑？脑子也中箭了。我无语。你以为你很厉害吗？想让我干嘛就干嘛。我殷饶真的不想做的事，谁都强迫不了我，你明不明白？而且就算我要走，那也要先回宫拿了东西，带着破抹布一起走。你以为现在丢下你一走了之，我就能活得很好了吗？齐燕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齐燕抱住了我。抱歉，我不赶你走了，所以你也不许再说离开我的话。我从来没说过。那你也从没说过不离开我。我们在此刻的静谧中相拥。齐燕凭着记忆力带我走出了林子，正好遇上寻我们的人。此次刺杀以及之前宫宴上梁之义挡的那一刀，都是梁志敏的人做的。梁氏姐弟因谋逆双双入狱，齐燕坦白，他这次受伤是苦肉计。想知道你爱不爱我？若我昨晚决定抛下你独自离开，我是不是会死？齐燕默认了。在你不知道的角落，我杀了无数人，所以我想，也可以杀了我的心上人。我的真面目就是这样，殷饶。我感叹，那你挺变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只让他快点好起来，因为他还欠我2只兔子。行刑前一夜，齐燕带着我去见梁之义。梁之义告诉我，齐燕其实是当年随皇子去梁国的小太监，冒名顶替了被杀的皇子。我不信。据我所知，齐燕不是太监。梁之义瞳孔地震，终于明白为何迷情相对他无效。他问我，他杀了你父亲，你怎么还做得到和他待在一起？你不觉得这样一个人很可怕吗？我点头，是挺可怕的。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他？懒得跑。那晚齐燕坦白，他其实也是齐国皇子，只是宫女所生，极不得宠。当年只有那个正统皇子对他好，所以他随其去梁国。皇子被害后，他为了报仇冒名顶替，最终一举吞并梁国。好励志的故事。齐燕蹭了蹭我，你没有别的想说的？我想了想，该睡觉了。齐燕气得咬了我一口。我笑了。好了，提问。为什么殷饶不离开齐燕这个变态呢？在那一瞬间，齐燕的呼吸仿佛都停止了。我回抱住她，在她耳边小声道：因为他学会了爱意。恨意太累人了，还是爱你比较容易。